未经你同意，我自作主张跟人谈判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那我谈出这结果，你接受不接受？不接受。成本人家给报销，咱还得了560万，我觉得可以了。我知道你主张原来那个协议，那可能吗？人不能跟自己扛不了的事情过不去。扛得了，扛不了，扛了之后才知道。陈硕，不是，陈律师，咱们得学会识时务啊。我现在谈的这个结果，已经是在可能的前提下对咱们最有利的了。要按所里那意思，那560万就得全退回去。我谈的这个条件，我都没敢让所里知道。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韩律师，我知道了，您别再跟我说这个了，这事儿我不认。还有别的事儿吗？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好吧？不，陈硕，你不能这样。那我该怎么样啊？你当初接这案子的时候，可是承诺了风险自担的。你现在跟明山集团这么对着干，万一出了事情，就连我都连累了。你现在就可以退出了。不，哎，你这人，我知道你一直很欣赏陈硕，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太喜欢他。我觉得他这个人太油滑了，偏偏这件事儿上，人家突然变得这么固执，这么认死理儿，真搞不明白了。你真的要劝劝他，一个案子已经挣了几百万了，所里多少人掩护他。如果他再跟明山集团闹掰了，你觉得所里有几个人会站在他这边？我是欣赏他，但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固执。我只知道他能打能扛，还能挣钱，所以他想来，我就引荐了他。也不知道这回怎么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件案子我们所1分钱都没出，到目前为止还挣了100多万。他现在又是我们所的律师，咱们必须要挺他。肯定是要挺他的，但是我是怕呀，万一这个事情闹大了，咱们想帮都帮不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真得好好劝劝他。好的，陈硕，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没有必要因为这点钱跟他们死扛。到时候我跟方律会为你说话，必要的时候呢，你也要做出妥协。陶律，哎呀，还是这个屋。哦，换了啊！好，陈总，哎呀，您好，又见面了啊！哎，陈律师一来，我马上就安排咱们会面。哦，希望把事情妥善处理好啊！一定。哎呀，兄弟，你回来了，刚回来。哎，这一回我得好好感谢你的无私帮助。不是无私，不赚钱的事儿没人干的。要不然今天也不能麻烦你特地过来聊这事儿。你看看，我这兄弟说话就是爽快啊！进去聊吧。进去聊，进去。我们集团感谢良城律师事务所，特别是陈硕律师对我们的无私帮助。哦，我们已经派人去做锦旗了，做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啊。至于这个案子嘛，我们和明海集团达成了和解协议。这个协议内容因为有保密条款，所以我就不在这儿透露了啊。既然案子不打了嘛，那我们之间签的这个委托协议也就不能执行了。所以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解除协议的。啊，孙总，这协议呢，不能说解除就解除啊。首先，不存在不打的问题，因为这案子已经打完了，一审胜诉了，在有效的期限之内，对方没有上诉，而且一审的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所以所有的委托指的是你们的委托，我们全部完成了。再者，咱退一万步说啊，孙总，如果您觉得他没执行完，就是没打完的话，那我要非常善意的提醒2位律师和您一下，在咱们的协议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如果没有乙方律师，也就是我陈硕律师的书面认同，你们明山集团是不可以私底下跟明海集团有任何形式的和解和谅解的。如果违约的话，视为所有合同义务我们已经彻底完成了。你们要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基于我刚刚说的以上2点呢，就是2个情况：要么这案子已经完了，我们完成了所有你们委托的义务；要么就是你们违约了，你们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我就告诉你，可不是我提出来的这560万了，那就是1000多万，还要追加你们所有的滞纳金。什么想法？首先，因为案子还没有执行完，所以我们不认为委托事项已经完毕。我们来是解除委托协议，而不是办理结算的。第二点，因为贵方违反约定，私自从共管账户里违规转款，所以我们认为双方约定的那一条违约条款已经失效。我方要求贵方把私自转出的那560万再转回共管账户里，然后再来谈律师费用的问题。孙总啊，我们的律师费您是打算怎么支付呢？哦，这个嘛，既然不要律师再打官司了，那呀肯定不能按照原来约定的支付了。哎，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这样吧，这之前的一切费用，只要是有发票的，我们认，拿来报销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再给一些补偿费、辛苦费啊，也就是这样了。孙总啊，如果都像你们这样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话，那还签什么合同啊？订什么契约呀？你看，我们律所完成了你们的委托，并打赢了官司，也帮你们要回了多年的欠款。你们之所以和对方能达成和解，那也是建立在这个胜诉的基础之上。所以呢，您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们没办法接受。方律师啊，这种事儿您还不了解，有些时候我也真是没办法。人家不还钱，执行又困难，我这等着钱救企业。这个时候人家愿意坐下来谈判，那您说我这能不谈吗？你现在说这话有点晚了吧？啊，当初你们公开招标招代理人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的呀。哎呦，那要你这么说，那咱们就没法谈了。其实呢，今天我来也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我提出的方案也不是我一拍脑门就能决定得了的。说实话，我呢，能力就这么大，能许下的也就这么多。你们要是再提别的要求，那我也实在是没法谈呀。那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呗。孙总啊，如果您刚才提这个方案是最后的方案的话，那这就是在逼我们签城下之盟啊，我们确实接受不了。那按你们的意思呢？咱们商量个数字。不行，我肯定不商量。这个如果是你想退让的话，那是你的想法和立场，不代表我。二律师孙总，我这人比较轴，我既然签了协议呢，就按协议办事儿。如果今天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走了。哎，陈硕，我说了不谈。他这叫什么态度啊？我手底下的人要是敢对我这样，我马上让他卷铺盖滚蛋。浪费时间就是。这立场怎么这么不坚定呢？方人，别跟我了。为什么呀？这事儿我不会妥协，所以跟所里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僵。那你夹在我跟你姑中间，会特别为难。您是我师傅，这个案子是您带我打的，您坐哪我跟哪儿。我跟你说，我姑她是有原则的，我一会儿找她说。别！你姑在她的立场上做了最正确的选择啊！别去。
贾律师，把律师函给他们留下。方律师，按照我们之间的合同约定，执行回来的钱首先要打到我们的账户，然后才能进行分配。现在你们没有经过我方允许，擅自从公管账户把钱转走，这属于违规了。所以我们要求你们现在马上把钱转回到公管账户，然后咱们再谈律师费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只能法庭上见。法庭上见就法庭上见呗，就怕一上了法庭，您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那可是天下皆知了啊！到时候您怎么做生意啊？多谢赐教。走。陶正，我让你找他谈谈，你没谈啊？你不是看见了吗？人进来的时候还在谈着呢。陈硕以前啊挺圆通的，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搞不懂他。那就等着别人告他吧啊！到时候别怪所里没管他，我可是仁至义尽了。方律，不管怎么说，陈硕还是给所里挣钱了，背信弃义的是他们。至于陈硕，咱再劝劝。方律师，我觉得还是有谈的空间的。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出的条件比今天优惠的多。优惠的多，你态度这么强硬啊？哎呀，陶正，一会儿呢，我们俩找他再谈谈。韩律师，麻烦你也做做他的工作，好不好？别当甩手掌柜，什么事儿都来靠我。请。陈硕，方律陶律。沈硕，你也看到了，方律为你的事儿啊操尽了心，你刚才那么一走，太不给面子了。对不起，方律。其实陈硕，你恪守契约的精神，我是特别的赞同，也特别支持你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认清现实。像这个律师费啊，我想了一下，我们再约他们谈一次。虽然拿不到现在的提成，我相信可以谈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但是呢，咱得先把这笔钱转回去。首先，在这个道义上啊，咱们要站住脚，否则有可能在法律上会让我们处于一个不利的境地。你说呢？不能这样啊！方瑞，轮不到你说话。方律啊，你的立场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也有我的立场，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所以这笔钱，打死我都不会转回去。想好了，行吧。陈硕，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钱没了可以再挣，你给自己惹一身麻烦，值得吗？你也别为难了，好吧？陶律，谢谢啊。方律师，我有话跟你说。别喊了，别喊，有什么话办公室说。姑姑，你姑姑什么呀，姑姑？我当初让你上他那儿干什么，你忘得一干二净是不是？马上回来，不要跟他了。这件事明明是对方违约，不是？您在家跟我父母讨论法律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呀？你父母是法学家，现实能用理论套吗？难道搞法律的就是理论一套，实际一套吗？你现在不要跟我提什么法律不法律，去收拾东西，到我办公室来，我再给你找一个好师傅，不准跟他了。您太让我失望了，我是不会离开我师傅的，我跟定他了。年轻人，别太情绪化，你也不问问我们为什么去找你师傅，还不是为了他好吗？
你回去也帮我们劝劝他，别那么固执。还有，在律所不要大喊大叫，更不可以叫姑姑。忙去吧。你瞪我干什么？被气垮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姑姑劝你别跟着我，对吧？我要是她，我也这么劝你。你跟着我干嘛呀？跟着我，你为难，他为难，大家都为难，没必要。师傅，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着您。真的没必要，这又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儿，不必要偏着站队嘛。我不是为了您，我是为我自己。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不想搞法律，我就是爱玩。因为我觉得搞法律都很刻板，是非对错、黑白分明，就跟单选题一样，那都是我爸妈和我姑姑他们爱干的事儿。跟着您之后，我才发现，法条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一个律师可以有无数种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当事人，也可以有无数个想法去帮助自己的当事人，是富有情调的，他不是机器人。师傅，我是为了您才下定决心好好备考。为我呀？也是为我自己。对嘛，为你自己呀。那以后如果遇到什么状况的话，不后悔啊？我认了。喂，等一下，等一下，补个敲门。可以了，可以了。你欺负人孩子呢？别，你来。还姑欺负呢。别酝酿感情，有话直接说。我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啊，不要指望所里，关键的时候他们会出卖你，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我从来没指望他们。现在只有我跟你站在一起，啊，你可以不用相信我的人品啊，但是你要相信有一句话：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咱们俩的利益绑在一起。没错，我就相信这个。既然你相信这个，你就听我一句话，咱们先接受他们的条件，我去跟他们谈。为这点钱给自己惹来麻烦，不值得。你不都是复读机吗？啊，刚刚陶律师来，方律师来，现在你来说的都是一样的话，都是一样的口吻，我的态度表达的不够清楚吗？韩律师，我一直觉得咱们俩很像。我跟你不是一路人，你误会了啊，我们不一样，不是一路人。不是。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陈硕。如果你不接受我的建议，我就退出这个案子。变，老哥。你是觉得这个事儿的后果可严重是吧？谁知道呢？毕竟被对方抓住了公馆账户这个事儿，万一要碰到个狠人，想把陈硕往死里整，也说不定。哎呀，万一有一天，我们就会吃陈硕的瓜烙啊！如果让别人听见咱们明明建了公馆账户，却耍了个花招，把自己的当事人给涮了，我们良城所是什么样的名声啊？王律师，哟，王律师啊，老韩，什么事？我声明一下啊，明山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我正式退出这个案子，以后发生的一切就跟我没关系了。谁说结束了？麻烦事还在后边呢。这诉讼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呀，那后面的事情，我已经向陈硕表明了我的态度，他不接受，那我和他之间就没法再合作了，所以我退出。啊，这个案子后续带来的任何利益，那都跟我没关系了。行，那你忙去吧。韩律跑得真快啊！你什么意思，唐律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和陈硕打这个官司，所里提供了一丁点儿的支持没有？收钱的时候倒挺好意思啊。
方律师，我把话撂这儿啊。这个案子，陈硕是以所里的名义接的，万一他要有什么事情，所里必须保护他。如果出卖他，别怪我不客气。哎呦，老韩，你还挺讲义气啊！现在，哎呦，我真的头疼，告诉你头疼我。好了，来看看吧。醒醒！干嘛？协议拟好了，来看看吧。我睡了多久啊？你还真把我这当旅馆了啊？隔三差五过来补觉。我也纳闷呢。我在家的时候天天失眠，一来你这儿就深度睡眠。哎，你这沙发干脆卖我得了，我沾它就着。你不如把我们这儿全买了。少爷，快看看吧啊！刚拟好的，现在张兰终于露面了，这一次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你看一会儿，我接个电话。喂，妈，怎么啦？律师没跟我说这事儿啊，什么意思啊？钱不是基本都追缴没收了吗？还有接待费、礼金，还有什么款项有缺口的？还差多少？70万。好，我知道了。妈，你别管了，我来办吧。协议有问题吗？没什么问题。那你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瞎说。张兰姐那边的开价我还没凑齐，你也知道我现在已经在卖车卖房了，能不能再让我缓一阵子？好嘞。我爸判了，还剩下70多万需要上缴。我之前卖车的钱，给我爸请律师照顾我妈，已经不剩多少了。你欠的那笔款，我的提成不少的，只要你按合同把钱打过来，就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困难。你爸判了，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就告诉我，你钱什么时候能给我？瞎说，我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当个股东不行吗？我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了。新城现在已经快被我大伯他们拖垮了，真要是倒台了，不光我手里的股份变成废纸，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呢，他们的家庭也就全毁了。这事儿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可是我爸的事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那你能不能先找罗律师他们帮帮忙吗？我过几天肯定就把钱给你。不行，我为什么要借钱啊？你欠我的钱是我应得的。我尽快还。我下班了，你也走吧。我送你。
喂。哎，陈硕，肖楠楠案子要开庭了，能打成这个官司，你功不可没，来旁听吧。喂，我说的你听见了吗？我想邀请你来旁听。不好意思啊，我最近挺忙的，就不过去了。提前祝你胜诉吧，啊，先挂。来，你先玩。来。罗律师给打电话。没有，2个。那个校园霸凌的案子快开庭了，约我去旁听去。去啊！哎，这有啥主动跑到干啥？哎，来。不去。为什么呀？没有。没有为什么，反正以后别提他。没下班呢？哦，徐老师，哎呦，还差一点就弄完了。你的案子快开庭了吧？对，我您放心，那个我不会耽误这边工作的。我当然放心你，只是为什么也不喊我去旁听一下呢？我觉得是个小案子吧，也怕耽误您这边工作。案子没大小，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我得为你去加油打气。行了，这里你别操心了，赶紧回家去忙你的案子吧。谢谢徐老师。徐老师，明天开庭。加油。没有3个。厉害！来，等我过来。姑父，这场官司能打赢吗？只能赢不能输啊！要是输我就全完了。哎，师傅，要不咱先进去吧？一会儿上游戏。法官呢询问到你的时候，你再说。罗律师，哎，谢明啊，给老同学打个招呼呀。肖楠楠，你好。韩主任，请恪守您的职业道德，有什么话咱们法庭上说。整得挺严肃。我们首先要回应一下对方的辩护人，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您口中所称的小恶，被告人刘建明故意捏造并散播虚构的言论，贬损自诉人人格，破坏自诉人名誉，言语异常恶毒，主观恶性极深。这些小恶除了使自诉人长期在外部环境中遭受社会性死亡，更对其人格成长造成严重的恶性影响。自诉人长期噩梦缠身，变得极端的不自信，不敢参与正常的人际交往，不敢求职，不敢恋爱，不敢结婚。自诉人至今仍患有抑郁症，正是因为这些小恶，给他的一生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审判长，我们更要提出的是，这些所谓的小恶，至今仍然在这社会上、校园里时有发生。我们漠视这些小恶，使得这些恶意让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被孤立、被愚弄、被伤害的对象。他们的将来将会跟自诉人一样，带着一生的伤痛及阴影长大成人。而那些霸凌者却仍然傲慢地认为，他们的行为只是些小恶，甚至不用得到任何的惩罚。这也就是为什么时隔了10年，我们仍然要站在这个法庭上的意义。综上，
被告人刘建明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罪，我们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首先，被告人承认在未成年时曾经发表过对自诉人不公的言论，并且自诉人也承认这些诽谤事实发生在10年前。请注意，是10年前。当时我的被告人并未成年，并不具备完整的认知能力。我方还要特别指出，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刚才自诉人在举证中并未充分说明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语均系被告人散播。更为重要的是，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论是否纯属捏造虚构的，自诉人自己是否真实的说过那些言论，刚才在举证中也并未证实。另外，自诉人2次退学，并患有抑郁症，完全存在其他因果关系介入的可能性，无法全部归于被告人的行为。所以说，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诽谤罪，并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后果，我方认为是不恰当的。审判长，我方手里还有3段视频证据和1段录音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以被告人刘建明为首，当年参与霸凌的同学们，现如今仍然作为施暴者进行无端的诽谤，对自诉人肖楠楠女士的伤害仍然在持续中。我方请求把这几段视频和录音列为新的证据，代理人要求当庭播放上述视频。审判长，该证据并未在证据清单中列出，也并未在对方提供的证据目录中体现，这完全是证据突袭行为，我方拒绝对此进行质证，并要求不得将此作为证据使用。审判长，这些证据呢，确实是我们刚刚取得到的，但我们并非是有意要留到当庭提交的。视频可以剪辑，录音也可以合成。我们这些视频和录音都是未经过处理的，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没有得到确认。是否真实，一看便知。注意法庭纪律，允许自诉人播放。你就回去跟他说，哎，我见他一次我扇他一次，我见他一次我吐他一次，矫情。王女士，你说话放尊重一点行吗？你曾经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楠，最终造成他严重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痊愈。而他呢，他只想要您一个道歉而已。我给他道歉，谁给我道歉啊？是他自己不自爱发自拍，爱勾引人，他还不让人说啊？还有你刚刚说什么霸凌，我可不认啊！你要是再这么胡说，我告你诽谤。视频上的这个人呢，叫王娜娜。当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拒绝道歉，并且再次对我方当事人肖楠女士进行言语上的侮辱，并且扬言要报复肖女士。王娜娜是谁？是本案的被告人吗？用一个跟本案无关的视频，能够作为证据吗？审判长，是否可以播放第2段视频？我没记错的话，他家是京北的吧？他还在京北？现在还在京北呢，成为了一名平面设计师。这不光有一个爱的男朋友，关键是男朋友特别厉害。他成平面设计师了？生活特别幸福。肖楠女士的诉求您怎么想呀？哎，你刚刚说她男朋友，她还没结婚？没有吧？你也知道，现在有些女孩不想那么早结婚，那就跟男朋友处着呗，幸福甜蜜，永远像谈恋爱一样。关于道歉的事儿，您怎么想？道什么歉？您是当年贴吧吧主啊，您发的那些帖子不应该道歉吗？我凭什么道歉呢？哎，当时发帖的人多了，你怎么不去找他们？想让我道歉，门儿也没有。视频里说话的就是被告人刘建民，我们可以在视频里清楚地看到，他不仅对他在网上的行为不以为然，拒绝向我方当事人进行道歉，还蓄意打听我方当事人的近况，给我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扰。
拒绝当面道歉并不构成犯罪。打听自诉人的住址，也许是为了登门道歉。你这个孩子我真教不了，一个人拖全班后腿，就这成绩啊，还没人零头多。去年我就让你去医院开一个孩子智力低下的证明，我看他呀就是猪脑子。你曾经霸凌自己的同学，现在又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这么些年了，您一点长进都没有。就您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老师？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开了我呀？那个肖楠楠就是个蠢货，想起那装纯的样子我就觉得恶心。当年我是骂他了，因为他活该。方老师，您就不怕被起诉吗？你吓唬谁呢？没事，赶紧走，烦死。最后一段视频的人叫方仁美，她是一名小学老师，如今为人师表的她理应正视自己当年的错误，但是很遗憾，她当时正在当着一位学生家长的面辱骂着这位学生。当我们提到肖楠楠的时候，她也没有丝毫的悔意，进一步的对我方当事人肖楠楠进行了诽谤和侮辱，而且方仁美对肖楠楠的霸凌，至今仍然在持续，就在下面一段录音里。侯女，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矫情呢？是你的律师搞的啊，穿着我的学生家长的教育去告我。现在好了，学校给我处分要开除我，你们那个律师呢，叫他滚出来！侯女，你咋就这么贱呢？啊，你打小就吃的好穿的好，不过是和你开几句玩笑，你还矫情开了。你这种贱人就欠收拾。审判长，我方要特别提示一下。刚才这段录音当中，方仁美口中的好女，就是她对肖楠楠女士起的侮辱性的称号。那这段录音呢，就发生在前不久，在我方律师对她提出道歉请求后，她继续出言侮辱、霸凌我的当事人。肃静。自诉人、被告人，你们双方是否接受调解？如果他愿意当庭道歉，并且把道歉文发在网络上，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姑父，要不咱们调解吧？瞧你点出息！诽谤罪是那么好认证的，你要是认了，你就得发表道歉信发到网上去。你要是写了，那咱这个关系就算输了。官司打输了会怎么样啊？师傅输给徒弟，你说会怎么样啊？不是，我没说您，我是说我会怎么样？我是不是会坐牢啊？哎呀，姑父啊，我同意调解。哎，只要我不坐牢，我给他下跪道歉。就你那点出息！哎呀，姑父啊！法官，我同意调解，我愿意给他赔礼道歉。法官，我不同意调解，我要求对方承担应有的惩罚。鉴于自诉人无调解意愿，本庭不再组织调解，本案择期宣判。本庭休庭后至判决宣告前，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自诉人可以撤回自诉，并将和解协议提交法院。休庭。这个固定资产账面的金额跟这个总资产，姐，哎，三姐，判决下来了，真的啊？怎么样？诽谤罪成立，拘役3个月。天哪，太好了！你看，哎，夏叔，你赶紧去通知肖楠去。对了，再起草几份律师函，发给那些我们找过但是拒绝道歉的人。好，胜诉啦！居然真的胜诉了。怎么样？我们让小娥受到了惩罚。
有活，刘先生。行了行了，都别看了。罗姐、邱姐，肖女士和杨先生来了。罗律师、邱律师，我们来给大家发喜糖了。啊，真好，这要结婚了，这是我们的喜糖，恭喜恭喜啊！谢谢谢谢。哎呀，谢谢三位。楠楠终于答应我的求婚了，哦，不过还是不同意举行婚礼。我们打算出国旅行一趟，就算结婚了。恭喜你们！不过以后如果要办婚礼的话，一定要叫上我们。说不定我们出国旅行一趟回来，楠楠就改变主意了呢。真的特别感谢三位律师，给了我很多帮助。应该的。这是英华。各位律师，律师函我们已经接到了。小楠楠，对不起，我们当年的行为伤害了你。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正式向你道歉。雨怎么迷上了眼睛？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